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这些卡牌的背面都是一模一样，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。第一张卡牌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一个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，并且会随着徽章等级提升不断的提升，最高升至100立方米。第二张卡牌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一个鉴定技能，你可以用来鉴定任何物品和人物，徽章等级越高，鉴定出的物品信息越多。第三张卡牌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一个技能，死亡射线，使用后有1%击率让人死亡，概率可随着徽章等级提升而提升，最高升至100%，每个世界最多使用3次。第四张卡牌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技能暴食，使用此技能后，在一段时间内，你可以无限吃下食物，所有的食物将会作为能量储存在你的体内，只要你在规定时间内吃下一辈子的食物，以后都不再需要进食。第五张卡牌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能力枪械大师，你将会获得绝大部分枪械的使用和制造知识，可以利用简单的工具制造出各种枪械和弹药。第六张卡牌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能力格斗大师，你将会获得绝大部分格斗和令兵器使用知识，各种冷兵器都能娴熟的使用。第七张卡牌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能力成功学大师，你说的话语将极具煽动性，让人更加愿意相信，但被人识破后将会有被打死的风险。第八张卡牌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获得能力催眠师，你将会拥有将人催眠的能力，催眠效果将会随着徽章等级提升而提升。第九张卡牌，选中此张卡牌将会大幅度提升你的科学素养，你能小幅度的修改图纸，修改的效果将随着你的实力提升而提升。第10张卡牌，不需要任何能力，一切荣光都归于女神冕下。选来选去，留给我的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，那就是不选择任何能力，一切荣光都归于女神冕下。所谓不争为争，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当然，促使我选择这一项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这张卡牌是金色的。金色传说总比白卡紫卡要牛逼吧？我果断地选择了最后一张卡牌。你选择了卡牌，最后一张卡牌翻转了过来，散发出了金色的光芒，其他卡牌一一消失不见。你选择的卡牌为女神的荣耀。女神的荣耀，你发誓将一切胜利的荣耀献给伟大的科技女神琉璃冕下。卡牌效果无，每获得一场胜利都会提升女神对你的好感，在你遭遇攻击的时候，有几率触发女神的守护，自身且含载具拥有无敌状态1秒钟，在此期间内无法遭受任何伤害，触发几率和时长由女神的好感度决定。金色卡牌果然就是说是不给任何奖励，但其实还是暗中给了，只不过是隐性的发放，不到关键时刻是不会触发的。看来这个女神还有点傲娇的属性在里面。我暗暗地将这一条记了下来，准备找人研究一下怎么讨取拥有傲娇属性的人的欢心。刚做完这一切，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谁啊？我打开大门一看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恶作剧！我挠了挠头，正要把门关上，就感觉到小腹遭受了一记重击。我捂住了小腹，后退了3、4步，直到此时我才看清楚，原来是莉莉丝给了我一记重重的头锤。此时莉莉丝的脸色被气得通红。我知道我的身高很矮，但是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。我真的没有。算了，不说那个了。你过来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说你弄到了新的电磁战甲，快点拿来让我看看。你来了就为这个，其实就是你不说，我待会也要给你送过去来着。我将一个大箱子拖了过来。莫里亚蒂经过我的几次打击，电磁战甲濒临解体，很多部件都变成了碎片，散落的到处都是。这东西摆在普通玩家的眼里就是一堆垃圾碎片，但是在莉莉丝的眼里却如同珍宝一般。这里面居然添加了一个夹层，有趣的想法。咦，消减震动居然是这么实现的吗？巧妙的想法。这个炫彩灯是干嘛用的？为什么要放在这里，还摆放成这副样子？这里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高音音响？莉莉丝一边摆弄着零件，一边嘀咕着，眼中满是兴奋之色。还有这个新弄到的，你看看有没有帮助？我把利用莫里亚蒂弄出来的复苏药剂拿了出来，扔给了莉莉丝。死后复苏，还能改变身体面貌，有点意思，回头我研究一下。莉莉丝心满意足地抱着一大堆东西回去了。莉莉丝离开之后，我重新回到了车外。此时001正带着自走机械拆解莫里亚蒂留下的那辆车，我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等待着。20多分钟之后，巨大的车就被自走机械拆成了零件，而001手中则多了2张图纸。次声波发射器6级汽车特殊配件，在一定区域内散播次声波，具体散播距离根据空气质量而定，通常散播距离为500米。消声内饰6级汽车特殊配件，大幅度降低车内外各种声波的传递，吸音效果良好。我欢天喜地地将
将这2件设备制作。车顶位置多出了一个大喇叭，如果再大一点的话，说不定会被人怀疑成老式雷达也说不定。我照例制作了一个武器收纳舱，将其收了起来。这东西可是近战利器，平时的时候可是万万不能露出来让人知道的。处理完了这些事情以后，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了下来，远处的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的位置，眼看着天色就要黑下来了。看来要在水牛市过夜了。小艾同学，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过夜，最好地形复杂一些，便于我们机动作战。明白。小爱同学缓缓启动，将车子开到了老城区边缘的一处区域。这里到处都是各种巷子，路况复杂，哪怕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敌人，也可以利用复杂的环境溜走，算是十分不错的宿营点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我还放出了几十个自走机械在各个隐蔽点布防，监控周围的情况。布置好这一切之后，我回到了车里。我给苍小空发了私信，让他加快出货速度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临近系统铺开。到时候，所有的玩家就成了我的眼睛和触手，整个世界都将在我的监控之中。到时候，我做一些事情也会比较容易了，比如谋夺那块奇妙的陨石。想到这里，我在区域频道挂上了一则公告：接受克隆人定制工作，可以自选性别、年龄、种族等体态特征，支持容貌自定义，有意者私聊。我的这一则公告立刻引起了玩家们的轰动。什么？居然可以购买克隆人，还可以定制容貌？我没看错吧？那什么，真的可以定制吗？我要一个雷姆可以吗？容貌不容貌什么的放到一边，能保证对我忠心不二吗？如果价格合适的话，我想定制2个副手帮我装炮弹，自己装填炮弹实在是太累了。性格可以设定吗？我要一个高冷霸道总裁性格的。放心，性格和容貌都不是问题，只要不脱离人类形态都可以进行调整，发色和同色都在调整范围之内。不过2次元画风转3次元需要一定程度的调整，请各位玩家注意这一点。放心，放心，我们有数。可是又不是没看过，快点给我整一个雷姆。有一个玩家明显急不可耐，直接将一张图纸发了过来。我展开一看，发现是一张反映装甲的制造图纸。这东西可是相当的不错，算是各种装甲的外挂设备。放心吧，我这就给你制造，待会把样板照片发给你，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，还可以修改。真的吗？谢谢大佬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一定要加上黑丝袜，就是微微透着一点肉感，但还没完全透的那种感觉，最好做成微微勒腿的那么一种感觉。谢谢了。花费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帮阿宅调试好了雷姆。